过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陆过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干嘛去了？起风了，我关窗户去了。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看你睡着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。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。我又不是纸片做的，怎么会掉下去啊？宝宝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关窗户的时候，保证不掉下去。嗯。救火！快！谁抢走的人？今天下午，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，看起来像混码头的。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，所以现在看来，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，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，举枪就射。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，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。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，心想肯定完蛋了，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，还各自向对方开枪。我们这枪也没停啊，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！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人他妈带走？哥，我们都逃到门口了，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。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，子弹都打光了，弟兄们打死好几个，最后人也被抢走了。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？我们也不太清楚。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换码头的。对，我记得大毛手曾经跟吴淞的那个小刺猬混过，他们是罗冠群的人。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？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。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？梅花寺，梅花寺传出的情报，我现在更加确定，梅花寺就是罗冠群的手下。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，梅花寺想来救，他怎么可能让罗冠群来交火呢？所以说，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冠群，他要来抢人，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，夺我的功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。完了，都完了。梅花寺，陈家平，陈家平，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。公司长官，都是进口的马饲料。过段时间，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。这么说，我应该谢谢你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的职责。公司长官，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。对，不错不错。这样的天气应该读读报、喝喝茶，找个地方坐一下，岂不美哉？美哉，呜呼啊！你看，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。齐轩，
细旋，细旋。哎呦，拿到了，调皮。你为什么不看？哎，先来看。江兆国，江兆国，终日何谈？子虚乌有，子虚乌有。蠢货！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？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，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。你让陆军部的颜面及时。木村长官，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，你听我解释，木村长官。你还解释什么？为什么要放走江长狗？梅花寺啊，是梅花寺。什么梅花寺？每次都是梅花寺。木村长官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慢点，木村长官，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。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。木村长官，罗经理，哼，都在呢。木村长官，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？想听你说故事。什么故事呀？梅花寺的故事。梅花，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？是啊。啊。嗯。我明白了。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？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。别装糊涂了。没关系，梅花寺的故事我听你说。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，行踪诡异，肆意窃取情报，破家危国，罪不可赦。我们曾多次排查，但是却一无所获，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，互相猜疑，恨之切齿啊！这一次，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，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。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，打开保险柜，拿出微型相机，翻拍上面的内容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，发现我们的人到了，制造爆炸来提醒他，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，让他们有所警觉，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。木村长官，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，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，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。为了公平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。赵队长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，你就是梅花寺。你就在这儿等着，我没叫你，你哪儿也不能去，要不然你一分钱得不到。明白，明白。来，田静，
帮我个忙，帮我看着这小子，看好。多谢。木村长官，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？出去。我有事情要向木村长官汇报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？出去！让他汇报。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，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。你说什么？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，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，继续说。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。你以为我没查吗？木村长官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，你相信我。但是赵队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，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。你怎么知道？木村长官，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，我有证据证明，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，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。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？离我太太远一点。其实行动那天，我也去了亚尔佩路72号，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。刚才仔细确认之后，我更加坚信了，此人正是陈太太，左双桃。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，那路过百货公司，不正常吗？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，当然正常了。但是你假扮修女，就是你的错。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？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呢？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，陈太太还跟她聊了几句。他跟我说附近爆炸了，让我注意安全。怎么了？这就是你的证据吗？木村长官，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。这次行动，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，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。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，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。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，他便立即炸了轿车，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。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，他们还是被包围了。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，伪装完成后，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，救走了江兆国。所以，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陈太太？正是。木村长官，左双桃是我的太太，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。如果她是军统特工的话，我一定会有所察觉。陈科长，那说明你要么是蠢，要么是装作很蠢。依我看，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。好，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，这些都是你的推测。证据呢？就是，你证据呢？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。你有证据吗？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，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。好，你说我听。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，大家都还记得吧？
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，但其实他撒谎了，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。作为一名军统特工，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。陈太太，这个香囊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怎么会在你那里？你刚来上海的时候，赵队长审问你，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，对吗？赵队长，你应该也记得吧？是的，我记得。火车站买的，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，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，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，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，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。陈太太，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？之后，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，赵队长也多次提起，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。副市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去死了！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！我帮他止着血。快去啊！那么现在，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。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，火车站遇刺不成，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，再度行刺。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。风七啊，风七，你真是立功心切呀！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？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？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。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。哎，你不要撒尿了，那，快点呀！你这么看着我，我尿不出来。你咋那么多事儿呀你啊？你转过去点，再转过去点。别耍花样啊！你说的那个小商贩，他在哪里？他就在外面。怎么回事？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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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在跟他在一起的人呢？往那边跑了。田鸡死了，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儿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这个田鸡真他妈没用！木村长官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。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，并且打死他？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木村长官，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。
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，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？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？赵队长说是我，那绝对不可能。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，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，那更是无中生有。不过，木村长官，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，想向您汇报。你说。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，但是没来得及。您看，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。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。抓捕当天，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赵队长，受伤不是关键，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。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，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。这八字螺旋包扎法，好像在哪儿听过，但是今天正好见到，对吧，赵队长？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。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她学过护理，她教过我。我想起来了，冯七啊，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？我是说过。那对了，木村长官，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，对吧？冯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？这怎么可能？那我问你，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，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？我就是觉得，为了这次调查，我也付出了不少。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，我委屈。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。你是想搅黄行动的，对吗？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？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，木村长官。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，炸毁汽车，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？还有那个修女，也是你的同伙吧？哦，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，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？陈家平，你他妈血口喷人！木村长官，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，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。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？我怎么可能是军统？哎，冯七，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。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，还打死了他？就算他有这个本事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？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，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？你不承认是吧？那我来替你回答，木村长官，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，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，可是，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，露出了破绽，被田鸡发现了，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，击毙了田鸡。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，这不算什么吧？曹队长，你是最了解我的，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。陈科长，哎，你的分析有道理啊。木村长官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？我对帝国的忠心，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！报告木村长官，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。你说。昨天晚上，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2名谈判代表被人劫走了。罗经理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，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，但是他们疏忽了，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。木村长官，您手上的这张纸条
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。贾队长，哎，你看看这个字迹，你认识吗？冯清啊，这不是你的字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好像还真是冯琦的字儿。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。不是，原来你才是梅花四啊！不是，有人陷害我！铁证如山，还敢狡辩？这个不是我写的，不是你写的，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，你说不是你写的？不是，这是我写的，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。他让你写的，他是你的上级吗？不是，我哪有什么上级呀？是那个李有田队长，你听我说啊，是那个李有田，他骗我写下的。他骗我写什么？他要吃馆子，红祥记的豆沙糕，福运斋的三黄鸡，对，不对，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，红祥记的三黄鸡。你嘴很馋呀，我买好了供你的坟头上。队长，我不馋。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是被陷害的。谁他妈是你哥？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，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。梅花四，你可把我们坑惨了！我真的不是梅花四哥。你看这个字条上，这个旅馆的馆字，他写错了，我的馆子写错了。妈的，你写错字不正常吗？你能写字就不错了。啊！哥，都别动！哎，给我闪开！冯琦，不动！闪开！起来！冷静，冯琦。不对，给我靠！别动，把枪给我扔了！郑安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。你查不出梅花四，你现在好了，你全可以投在我头上，对吗？冯琦，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想，如果你原来没有罪，你这么做的话，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；如果你原来有罪，你这么做的话，就是罪上加罪。冯琦，你冷静，你有什么话跟我说。赵安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，你死路一条。你冷静，什么事儿可以谈嘛？好，让我放了木村长官也行。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。谁？左双桃。我当你人质。哼，你是下一个。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2个人走，诬陷栽赃我，你们2个都有份儿吧？没关系，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，我有100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。你们都记得。我有一个小本子，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。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，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，然后你再来交换他。冯琦，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，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？我保证。那我没意见。罗经理，你呢？木村长官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双桃，委屈你了。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？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？嘉平，大局为重。嘉平，只要能救出木村长官，我愿意当人质。别怕。好，左双桃，你先过来，我再放了木村长官。
们都给我等着！我冯起一定可以查明真相，洗清我的冤屈。哎，等等！你干什么？别想给我搞事情啊！口红。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。不过，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，我又给你买了一支。这真的是口红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身上也没有枪，啊，安全。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，可以吗？别再往前走了！好。不过，结束。把他拖出去！穆村长官，多谢了您的枪。你很勇敢。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，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四。你觉得冯起是梅花四吗？他就是梅花四。你当然希望他是。穆村长官，我的错呀，我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。冯起如果是梅花四，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兆国这些人？那梅花四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？有可能。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冯起是军统的人，梅花四另有其人。穆村长官，多给我一些时日，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四到底是谁。好，穆村长官，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你每天就在这里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，好好的训练。我很爱武田信玄，照顾好武田信玄，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、洗刷好、铲粪、护体、运动，你能做到吗？穆村长官，我问你，能做到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穆村长官。赵队长，冯起是你的手下，是。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，我能留你枪命在这里养我的马，是给你最后的机会。陆老板，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，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，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。裂得不严重啊，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。这笔杆子里有危险的胶卷，还设了核弹的文件。你怎么得到的？你找我来，
有事吗？赵安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已经帮了你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想看你笑。笑给我看。上场上场！上场上场！笑！小大队长，我手里拿着胶卷，但是我无处可逃。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。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，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。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。你藏在房间里了？没有，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封，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，我还怎么进去呢？那你藏在什么地方？哟，还学会卖关子了。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，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，又要费一番功夫。可是没成想，韩露并没有离开，给我省了不少麻烦。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？没有。他们近期任务频繁，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，但是据我所了解，是我多虑。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，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，老陆，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，争取左上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，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，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，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，也是不容易的。我明白，但是左双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，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，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七的头上。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。老陆，他是最好的特工，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他的思想呢？信仰呢？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？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？他了解共产主义吗？可是思想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，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。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，你怎么帮助他？我会想到办法呀。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，斗争的形式越来越复杂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，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？甄别和审查的过程是漫长而严苛的。可是老陆，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？哦，现在说出一堆困难，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，这不像你啊，老陆。对不起啊，老陆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不想让我经历跟你一样的痛苦，对吗？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。如果你想发展的，又被军统
察觉到你的动机，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，同时也会对他下手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。你的想法，我会向上级汇报。谢谢你，老罗。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，你还有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这个人叫朱玉华，是一个制版专家，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，他参与了设计和制版，现在住在法租界。他联系到了组织，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。是。哎呀，我当时这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念头：我手里这把枪，如果一旦打不准，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。这时，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，变重了，但它又变稳。我举起枪，对准了冯七的心脏。我在想，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，不然的话，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果果，还有我心爱的人呢？行行行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，开的时候也特别帅，是吧？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亲老公，世上没有第二个。只不过啊，我还真有点担心。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1个月？太过分了，1个月，1个月能讲完吗？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，我现在1回都没讲完，你就打断我，过分，太过分。你说，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，然后与江兆国合谋，一起陷害的他？要苏醒时光轻轻吹落的曾经，深埋在回忆里的姓名，像颠簸浮名。再相见，已是许久未见你的脸，熟悉默契在你我之间，没改变，点点滴滴让过去又重现。那红色的火焰，在你深邃的眼中闪现，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，千万遍，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。那红色的火焰，在你深邃的眼中闪现，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，千万遍，我等你在光亮的终点。